开车或骑车时遇到了各种乱象，绿灯时还不走，车子开超慢，并排停车，道路标示不清，每个路口都要待转，红绿灯太多，等等等等的状况，常常让你生气吗？为什么每次一上路心情就不好？难道我有路怒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路怒症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2019年有汽车厂牌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平均有 60% 的台湾驾驶表示，开车的时候呢，最大的压力来源是其他驾驶的激进行为。网络上面那种开车不讲理或各种行车纠纷的影片，很容易引起广大的共鸣。实际上路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人不守交通规则，有些人也会开始发脾气、碎碎念、狂按喇叭，甚至做出一些失控的行为。或许你我身边也都有那种平常修养不错，但开车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的朋友。关于这种现象，有一个描述它的名词叫做路怒症，其中有些说法还认为男性驾驶更容易出现路怒症。不过，只要开车时生气，就代表是路怒症吗？路怒症到底是什么呢？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钢弹迷，而且喜欢组模型吗？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已经有2000位学员、课程好评满分的乔老师模型课。今年乔老师将延续严谨的课程架构与内容，推出钢普拉的进阶技法拟真旧化线上讲座，内容将分成污渍、磨损跟锈蚀3大主题，搭配乔老师的职人技法与 know how， 带你有效率的学习怎么样做出超逼真的旧化效果。8月11日前购买并输入折扣码，立刻有8折优惠，还有机会抽到钢普拉模型工具组，搭配模型课合购，最低可享7折哦！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吧。其实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医学上并没有路怒症这样子的疾病，它比较像是一种对于行为的描述。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驾驶在开车时的愤怒情绪远超过合理的程度，而且通常是阵发性的暴怒以及冲动的暴力行为。例如他会突发性的大喊、尖叫、咒骂对方，或是开始进行一些报复性的行为，像是狂按喇叭、逼车、挡车等等。更严重一点的，可能是下车对别人施展暴力。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在开车的期间，只是因为路上的各种状况导致情绪不佳或是心情烦躁，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真正的路怒症。但如果已经出现了无法控制情绪或是想要报复跟攻击的行为时，就比较属于我们在这边描述的路怒症，会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路怒症的人呢，按照他后续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会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刑法的强制罪、恐吓罪、伤害罪等等。不过说到这里，应该很多人会好奇，有很多人平常脾气很好，为什么坐上了驾驶座好像就变了个人一样？难道开车这件事情真的会让人性格改变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驾驶的7种性格开始看吧。2015年，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轮胎大厂固特异共同针对道路安全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这份研究当中，他们把驾驶分成了7种性格。第一种是老师型，这类型的驾驶呢，会想要教育其他的驾驶让对方能够意识到你错了，而且还会希望对方能够认可自己的指导。他们常见的行为呢，可能就是按个喇叭警告一下。而第二种是万事通型，通常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觉得其他驾驶都不会开车，除了想要教育其他人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对其他的驾驶叫骂。不过这些人他们会留在车子里面自己骂，不太会出去跟别人吵架。而第三种是竞争者型，这一类型的驾驶呢，基本上就会跟其他人拼输赢。如果有人想要超车呢，通常会选择加速，不把车道让给其他的驾驶。而第4种呢是惩罚者型，特别喜欢惩罚别人所犯的错误。当被别人超车时，他可能会出现逼车、追车等行为，有些甚至会下车找对方理论。第5种是哲学家型，基本上会试图用理性去理解、接受其他用路人的行为，开车时呢也会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而第6种呢是回避者型这类型的驾驶，如果看到其他的危险驾驶，会尽可能的避免跟他们有所接触，例如开慢一点点，或是干脆绕道而行。而最后一种逃跑者型呢，他不会直接的回避，而是会透过同时做其他的事情，例如像是听音乐聊天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大部分开车容易生气的人呢，可能都是属于老师型或是万事通型，虽然很不高兴哦，但是还能够算克制。但如果他们无法克制呢，进入到第3种的竞争者型跟第4种惩罚者型，就是比较容易引起道路纠纷或者出现路怒症行为的驾驶性格。而哲学家型跟回避者型就属于不太会有路怒的性格。而至于最后一种逃跑者型呢，因为他们面对焦虑的方式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虽然他们不会跟人吵架，但反而有可能增加自己发生意外的几率。那这个研究虽然把驾驶的性格分成了7种哦，但其实多数的驾驶呢，可能会因为遇到不同的路况或是用路人而出现不同的驾驶性格。而至于开车这件事情是否真的会改变人的个性呢？答案是并不会。就像刚刚说的哦，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多数的驾驶都会停留在不开心或是抱怨的状态，比较少真的会因为不开心就开始不遵守交通规则、危险驾驶，甚至是攻击其他的用路人。现在已经有研究证实呢，有严重路怒症的驾驶，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面向就容易展现出冲动，甚至是攻击性的行为，和我们想象的一握方向盘整个人就变不同人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过，虽然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真的爆发路怒症，但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说。而且，目前的研究也显示，人驾驶的时候会容易生气，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首先，驾驶车辆不论是汽车或是机车，为了要确保自身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都需要高度专注去判断路上正在发生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在身体跟精神都持续紧张的状况之下，自然就会承受一定的压力。那虽然开车经验很丰富的老司机都会因为自己很习惯了，不一定会感觉到自己开车时的压力。不过，根据研究，所有人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都会加快，肌肉也会比较紧张，而这种状况会让驾驶在面对挑衅的时候，比平常更容易生气。而另外一方面，每一个驾驶的开车习惯都不一样，他在自己的用路经验当中会逐渐累积一套自己的规则。例如，有些人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尽可能在安全没有超过速限的前提之下开快一点点，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道路的畅通，让每个人都能够更快的到达目的地。但有些人则是觉得开慢一点点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子他比较有办法掌握自己的技术，对各种路况也更有机会做出安全的反应。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其他的用路人所以当人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自己有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直接的把别人贴上一些负面标签，然后这些标签又会增加自己对于他人的厌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当然，情绪不好的原因，除了其他用路人的行为或互动以外，有的时候跟道路设计或交通规则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被很多人诟病的2段式左转、标示不明的路标，一路都是99秒的红灯，明明是很短的距离，车程却要拉很久，都很容易让人暴躁。那说到这边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有心理医师呢也提出了一些避免让人陷入路怒症的方法。如果是已经有严重攻击行为的路怒症驾驶，通常都会需要专业的心理咨商介入，协助自己认知到情绪状况，然后进行相对应的练习或管理。而对于一般没有路怒症的驾驶，也是可以先透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开车时不好的情绪。如果你是因为塞车觉得很烦，担心浪费自己的时间，可以透过听广播、podcast 喜欢的音乐来让自己感觉比较充实，而且有节奏感的音乐也能够达到缓和情绪的目的。在这边要注意驾驶还是应该要非常的注意路况，以免因此分心而发生意外。而第2种呢是运用气味，不同的香氛对于情绪、行为还有表现呢都有影响。驾驶可以事先在家中测试香味，确定不会因为气味而感到不舒服后呢，就可以运用扩香，让车内的气味帮助稳定情绪。而除此之外呢，开车前拥有充足的休息，安排足够的车程时间，不要在情绪已经不好的状况之下去开车，都是能够帮助后续上路时维持好情绪的方法。如果真的在路上感到不开心时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尾随，也不要去按不必要的喇叭，开远光灯闪人。喇叭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提醒，而不是为了报复、处罚或者是呛瞎。那如果真的有需要提醒呢，也可以尽量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轻按，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如果过度激烈的声响有可能会激怒到对方，产生麻烦的道路纠纷的话呢，也会让你非常的危险。那么如果真的遇到危险驾驶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专家提醒除了保持冷静之外，要尽可能的以安全的方式和对方保持距离，特别是记得不要将车停下来，因为有些有路怒的驾驶呢，会很直觉的认为停车是要面对面吵架的开始。那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危险或是被骚扰，也可以报警寻求协助。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道路交通安全一直是网络上面非常热门的议题。过去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焦点，通常都是放在交通规则或者道路设计。那在这个驾驶行为的部分，多半停留在迷因影片的阶段。那虽然笑一笑很舒压，但如果真的遇到了，可能就未必笑得出来，而且可能非常危险。关于制度的倡议啊，或者讨论，大家都已经可以在网络上面，或是各种游行当中，安全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是跟不同想法的人交流讨论。但到了马路上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保护自己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毕竟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人，尤其每个人上路时呢，情绪都可能变差，原本就不可控的人呢，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危险。所以这边我们还是要奉劝各位生气的时候尽量以和为贵，避免触怒别人，也避免自己不小心成为路怒症的驾驶喽。那最后呢，来问大家开车的时候你通常是属于哪一种驾驶性格呢？偶尔按喇叭的老师型或者万事通型太不爽了呢，一定要发泄一下。B 一定要拼输赢的这个竞争者型呢，或者惩罚者型我知道这不太好，但就是忍不住啊，自己默默忍受的类型。那 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路怒症。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违规停车以及道路平权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